方法也常被称为法门。释迦牟尼曾经说过，修行法门有84000之多，有大乘有小乘之分，有次第之分，还有正法、旁门和邪法之分。一个人按照正法修行，不论哪一法，只要坚持下去，不断增长自己的善知识和善的业力，终究会在某一世修成正果。其实各家修行的方法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核心都是修行自己的本性，重点是本性和身体性命的双修。佛教称为慧命双修，道教称为性命双修，本性也称为佛、道、天心、本心、因流、如来藏、菩提、上帝等等，有不同领域几十个不同的名字。而大乘修法就是针对本性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身体不健康，生命不得保，是谈不上修行的。尽管修行是一种执着，但是在早期阶段的修行者还是需要关注健康的。清末内丹学家黄元吉有一段关于性命双修的谈话，对身心修炼很有启发和帮助。他说，昔人云，动处练性，静处练命，二语已包括性命双修之要，独昔人不知耳。详细来说，性命并非是我们认知中的性命，性其实是指人的灵命慧觉，而命是指人的气血身躯。性即是心性、精神，命即是生命、躯体。而动处练性的这个动，乃有事应酬之谓，要知此有事之时，即是用功修炼之时。对此，黄元吉祖师有过具体的解说：我于此时视听言动，必求中立；喜怒哀乐，必求终结；子臣弟友，必求尽道；衣服饮食，必求适宜。如此随来随应，随应随忘，以前不思，过后不议，当前称物平施，毫无顾虑计较。此外，还要对境而有反堪之念，少有念动欲起，人不指责于己，即己已有不自安之处。黄元吉认为，我无欲而心自定，心定而性自定，练性之功，莫此为最。黄元吉祖师的这段文字既提出了动处练性的原则要求，又谈到具体的心理操作。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原则要求。首先，从主体的主观角度看，动处练性要求做到视听言动必求中立，喜怒哀乐必求终结。所谓视听言动必求中立，是指有事应酬时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社会的规范，要遵守社会的基本法则。一个人在日常处理各种事物的活动中，如能随时注意中立，这既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且易于与别人和谐相处，并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欢迎。这样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祥和、安泰、愉悦之情。这样的内心体验正是对性的很好修炼。这是从思想道德修养方面提出的要求。喜怒哀乐必求终结，则是从感情活动方面提出的要求。这句话源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内心是一种非常宁静的本源状态，这就叫中。人们在处理各种事物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情绪变化，并在表情、言语、行动诸方面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出来的情绪能符合法度常理，并且合乎节度，这就叫和。因为人们在有事应酬时，难免会产生各种情绪，这时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既要让情绪的内涵不违背法度常规，又要让情绪的表现有所节制，适时适度。情绪的失控不但会严重破坏自身的免疫力，而且还会造成人际间的不和，从而加剧自身的情绪失控。喜怒哀乐如能终结，便会始终保持一种和谐、安泰、淡定的心态。保持这样的心态，便是对性的很好修炼。其次，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动处练性要求做到子臣弟友必求尽道。所谓人际关系，包括亲情关系、朋友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如能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各种规则，这便是尽道的表现。比如说，在亲情方面，要做到孝敬长辈、爱护同辈、关怀下辈；在朋友关系方面，要做到亲切的关心、热情的帮助；在一般社会关系方面，
要做到诚信、谦逊、宽容。如能做到这一些，不但提升了自己的人品，而且还会得到别人的友善回馈，这样内心便会产生一种温暖感、满足感和甜适感，这样的内心体验便是对性的很好修炼。最后，从个人的生活角度看，动处恋性要求做到衣服饮食比求适宜，这是强调一个人对日常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适度，不要奢求，不要攀比，不要追求时尚，这样就能始终保持一种淡泊恬静的心态。反之，如果不加控制，一味追求物质享受，将会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庸俗化，甚至堕落。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其内心世界是永远不可能安静的，这实际上是对精神的残害。所以说，控制物欲也是对性的很好修炼。上述动处恋性的几个原则，是日常事务应酬时总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心理操作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随来随应，随应随忘。他强调办理任何事情都要从容淡定，事情过后即要马上把它忘掉，要忘得彻底，过后再也不要回忆当下发生的事情。这是因为在处理事情时需要反复动脑筋，这样大脑便会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如果事情过后迅速予以淡忘，即可让交感神经的张力降低，副交感神经的张力提高，中枢神经的抑制过程会随之增强，于是便能较快地恢复平静的心态。所谓心定性自定，这对性的修炼是十分重要的。二、待人接物公平大度。黄元吉祖师说过，处理日常事务要称物平施，毫无顾虑计较。称物平施出自《周易》，原意为根据物品的多少，公平合理分给他人。这里强调办理任何事情都要做到公平公正，毫无顾虑计较即是宽容大度的意思。一个人如能公平公正地待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便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欢迎，人际关系融洽，这样内心便会充满祥和欢快之感，有益于性的修炼。三、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在日常处理事务时，要对境而有反堪之念，稍有念动欲起，人不指责于己，己亦有不安之处。这是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及时清除私心欲念，这样便能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自己的品行和德性。总之，在日常的事务应酬中，如能做到随来随应，随应随忘，如能做到待人接物公平大度，如能做到及时进行自我反省，那便是很好的动处恋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静处恋命。静处恋命这个静，亦非不动之谓，乃无事而为应酬之谓也。也就是说，这个静并不是指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而是指日常生活中没有应酬时的状态。比如说，一个人在看书、看电视，或和家人朋友一起聊天，一同散步，此时心态轻松悠闲，这个时候可以不经意的自然的进行命功修炼。对此，黄元吉有过这么一段解释：我能于无事之际，无论行住坐卧，总将一个神光下照于丹田之处，勿使神抱住气，亦系住息，神气恋恋，两不相离，如此聚而不散，融会一团，悠扬活泼，往来于丹田之中。如此日积月累，自然真气冲冲，包围一身内外，而合车之路通矣。这段文字明确指出了静处恋命的几个修炼要点。一、神光下照丹田。这是指意念默运，内视线关照丹田，让意念、内视线和丹田建立起条件反射关系。丹田为真气萌发聚集之所，南经称之为生气之源、呼气之门、12经之根。意念结合内视下照丹田，会不断激惹丹田的气机，激发生命体的原动力。这是传统内丹功修持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方法。但内丹修持有严格的时空限定，有规范化的心理操作要求，而静处恋命则没有这些要求。他强调随意自然，每天无事时，只要有意无意的让神光沿着任脉经线下照丹田即可。他可以断断续续的做，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做，也可以边聊边做，重在坚持与积累。
2. 神息相依，往来丹田。黄元吉祖师说过，勿使神抱住气，意系逐息，悠扬活泼，往来于丹田之中。这是指意念和气息相依相恋，紧紧连接在一起，不断来往于丹田。具体的说，吸气时意念跟随气息，自然的、缓缓的由任脉经线进入丹田之中；呼气时意念随气息，又从丹田自然的、缓缓的由任脉经线向上端移动。这是让意念、气息同任脉经线、丹田建立起条件反射关系。实际上，人们吸气时，气体是通过气管进入肺泡，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丹田。这是修炼时主体将吸气时的各种动觉整合成一道向丹田移动的动觉移动线，这样主体便会产生气息进入丹田的感觉。人们呼气时，气体也是从肺泡经气管排出体外，这是修炼时主体将呼气时的各种动觉整合成一道由丹田向任脉上端移动的动觉移动线，于是主体便会产生气息自丹田上移的感觉。神气如此相依相恋，悠扬活泼，往来于丹田之中，会不断激热任脉经线和丹田的气机，从而促使真气的萌发和集聚。3. 要抓紧时机，要日积月累。黄元吉曾对弟子说，如此练命，一日12时中，又有几时不得闻？只怕生等不自达紧耳。的确，由于惯性思维和惰性心理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很不习惯这种静处练命，因此思想上必须有修命的紧迫感。另外，静处练命要想长功夫，取得良好效应，全在日积月累。只要每天抓紧时机，或神光下照丹田，或神气相依往来丹田，不断激惹丹田气机，如此日积月累，自然真气冲冲，包围一身内外。那时真气便会从丹田自动经尾闾沿督脉上升至颅顶，再沿任脉下降回到丹田，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就叫打通合车之路，亦称小周天。性命双修的内容就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在看完了今天的内容后，能够从中吸收其做人、做事和健身的生命材质，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安康、更美好。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